花开花落自有时，缘去缘来总有因。大家好，欢迎收听《翠花的秘密》。周福生电话过来时，我正在花店里挑着新鲜百合。他很少给我打电话，一般有事都是发消息，除非是很急的事。我随手将挑好的花枝放在花瓶旁，接通电话。老公，那边传来周福生不耐烦的声音：“在哪？这么迟才接电话？”我抿了抿唇，下意识道歉：“对不起，我不是故意不接电话的，我在花店。”周福生没时间听我解释一堆废话，冷着声音打断我的话：“孟欢与家里吵架，把自己关在房间，你赶紧回来劝劝他。”说完他的事，不给我回答的机会，他便挂了电话。这是他一贯的性子，电话里只提出自己的诉求，至于我能不能做到，不在他的考虑范围。孟欢是周福生的亲妹妹，但比起他哥，他更愿意与我亲近。每次他生气，也都是我在一旁安慰劝诫，所以这一次他与家人吵架，周福生第一时间想到了我，好像他笃定我一定会赶回来安慰周孟欢，就如他们认定我对周福生情根深重，无怨无尤。刚才随手放置的花枝被我碰掉在地上，原本盛开的百合因为摔碰，花瓣处有些蔫软。我蹲下身捡起它，走到前台递给花店老板：“麻烦帮我包起来。”每个来花店的人都是为了寻找那一束盛开最为灿烂的花枝，很少有人会专门买一束蔫了花枝回去。老板奇怪地看了我一眼，但既然损坏的花枝有人承担，他自然是不需要再去多嘴。接过花枝，将它们仔细包装好。我接过老板包装好的百合，又慢条斯理欣赏了一番花店其他盛放的花枝，这才不紧不慢出了门，半点没有刚才电话里对周福生的那般小心谨慎。回到周家时，周福生正在客厅来回踱步，眉头紧锁，气压阴沉。他早就等得不耐烦了，看到我姗姗来迟，怒气冲冲过来：“你怎么回来这么慢？”我垂下头，绞着手指，冲他低眉认错：“老公，对不起，我不是故意的。孟欢喜欢百合，我想着带束百合回来，他心情会好点。”周福生指责的话卡在嘴边，最后只能颇为不耐地推了我一下。孟欢一直不肯开门，你赶紧去看看。他向来无视我的情绪，但对唯一的亲妹妹还是上心的。事关周孟欢，他愿意给我几分宽容。站在周孟欢门口，我理了理因为一路暴晒越发蔫软的百合，这才敲门，声音里满是关心急切：“孟欢，是我，你开门好不好？”门被人从里面打开，周孟欢看到是我，嘴角一瘪，抱着我就开始委屈地哭。嫂子，他一哭就停不下来，我无奈只能先推开他，仔细为他擦拭脸上的泪水，一边轻声询问：“怎么了这是？昨天不是还好好的？是不是你哥又惹你生气了？”他就这样，直男性子，肯定不是故意惹你的。这是我一贯的说辞，亲兄妹之间哪有那么多芥蒂？我若是真提了周福生的不是，周孟欢怕是第一个跟我翻脸。相处了这么久，我早就摸清了周孟欢的心思，愚蠢，但也不算太天真，知道周家是他的依仗，周福生是他的靠山。可这一次，我没猜中周孟欢的心思，他听了我给周福生的开脱，当下就推开我，眼里都是对周福生的埋怨。他就是故意的，他就是看不得我好，要不是他从中挑拨，爸妈怎么会逼着我跟清景分手？我知道柳清景是周孟欢新交的男朋友，本来以为他只是年纪小跟他玩闹一通，现在看来他对柳清景明显是上了心，难怪周福生会那么生气。有人肖想自己的妹妹，
还是毫无背景的底层人，依着周福生的为人，自然认定了那人是算计周梦欢，想扒拉着周家往上爬。至于周梦欢，他被周家教养得过分天真，活在自己的世界里。他认定了柳青景是他的真爱，那么试图拆散他的便都是恶人。看不出家人的关心，只觉得自己受了委屈，蠢而不自知。可周福生不知道，一味打压只会激起周梦欢的逆反心理，原本5分的爱意，会因这些阻拦，硬生生变成8分。越是得不到的东西，才越会心生执念。就像如今周家都反对周梦欢跟柳青景在一起一样，周梦欢就越会认定柳青景才是他的真爱。没办法，被宠坏的孩子总是格外有任性的资本，但这跟我又有什么关系呢？周家越乱，我才越开心。我放下花束，走到他跟前，真这么喜欢他？周梦欢忙不迭地点头，喜欢。我长这么大，第一次这么喜欢一个人。提起他时，周梦欢好像变了个人，平日的任性骄纵被甩在一边，他眉眼弯弯，谈起爱人是掩不住的崇拜，完全是沉浸在爱情里的小姑娘。那么恶毒的一个人，也会沉浸在爱情的甜蜜里，曾经杀过人的手，也妄想获得幸福。他凭什么？嫂子，你知道吗？他真的好特别，从小到大，身边的人都告诉我应该做什么，不该做什么，只有他不会。他会问我喜不喜欢这样做。嫂子，我知道哥哥担心我，可我已经不是小孩子了，我分得清谁对我好，谁对我坏。我垂眸笑了，你真分得清吗？这么一点小恩小惠，便让你以为遇见了真爱？周家这些年的阴暗，可真是白让你看了。我抬眸看了眼香味弥漫房间的百合，已经长大了吗？面具底下是豺狼虎豹还是魑魅魍魉？你可一定要看清了呀！下楼时，周福生还在客厅等着。梦欢怎么样了？他心里担心着妹妹，却因为别扭的性子不肯好好交流，两人之间越来越僵持。每次都需要我从中协调，他们相互发泄，正好给了我这个外人趁虚而入的机会。可偏偏没人发现，我如今的身份已经做了很多过界的事。我没有回，反而近乎恳求地问道：“真的不能让梦欢跟他在一起吗？你在胡说什么？”周福生厉声打断我的话：“梦欢看不清，你还看不清吗？什么喜欢？那人就是图梦欢身后的钱财。”我低下头，有些委屈地反驳：“看到梦欢，我仿佛看到了曾经笨拙追逐你的自己，我不想惹他伤心。”周福生闻言，目光阴沉地盯着我：“梦欢跟你不一样。”我当然明白周福生的意思，周梦欢是高高在上的周家小姐，我只是一个攀附着她的贫家女，我们之间当然不能相提并论。我的爱本该卑微如斯，他的爱就该门当户对。我与周福生门不当户不对，按理我不可能嫁给他，可架不住周梦欢喜欢我，连带着周家长辈看我也顺眼了几分，又因为我毫无脾气，对周福生事事顺从，所以当周梦欢提议将我嫁给他哥时，他们也就睁只眼闭只眼了。至于周福生，他的妻子是谁不重要，反正在外，他女人从未间断过。娶我回家，既能多一个照顾他妹妹的人，又能让周家长辈对他在外的风流韵事不再过问，他自然没有拒绝的道理。你看，他们都算计好了我嫁给周福生以后的用处，却没人问过我，嫁给周福生图什么？图什么呢？当然是图他脾气暴躁，行事冲动，图他心里没我，动辄打骂。这个周家若说还有一个人是拿我当人，那就只有周梦欢了。尽管他更多时候还是利用我逃脱他哥的责罚，但至少他不会学他哥无视我的存在，
婚内出轨，还让小四、小五耀武扬威到我跟前。周梦欢给了我柳青景的地址，他想让柳青景带他走。我过去时，柳青景一点都不意外，我看到他也不意外，毕竟这个人是我亲自为周梦欢挑选的。不过眼下，我还要做出一副与他谈判的姿态。我知道你什么意思，想让我离开梦欢。我告诉你们，我对梦欢是真爱，不是你们给钱就能侮辱的。你们口口声声为了梦欢着想，可你们真的问过梦欢想要什么吗？那番厌恶的眼神，好像我是无情的王母，是要拆散他们这对苦情鸳鸯。演技不错，不愧是我选中的人，没有给我掉链子。你误会了，我并没有支票给你。当然，你若是愿意，我也可以回去准备。线下我想心平气和跟你聊几句。我知道你爱梦欢，可正是因为爱他，你才更应该为他想想。我不是否定你的才华，但事实是你如今一无所有。你如何给得了梦欢稳定的生活？你说未来吗？未来你或许光芒四射，或许声名远扬，但现在说出来，为时尚早。这些话是我之前就想好的措辞。我将录音给周梦欢时，不出意外被他迁怒了。嫂子，你说过你站在我这边的，你为什么也跟哥哥一样看不起他？我明明字字句句都是为了他着想，可他只听到了我让柳青景离开他。蠢就算了，竟还蠢到这般地步，也不怪周福生要操心他的恋情。我将他扔在地上的百合捡起，默默插回原来的花瓶里，又仔细给花换了水。梦欢，我是站在你这边的，我比所有人都希望你幸福。可在这之前，我得确定你喜欢的那个人能不能担得起你的喜欢，他能不能为你撑起一片天。我是你嫂子，我总不会害你。我以为的深思熟虑，周梦欢一个字都没听进去。他恶狠狠地瞪着我，眼里的怨恨像漫天燃烧的火焰，铺天盖地冲我烧来。你少假惺惺了，你跟我哥一样，分明就是见不得我好。我之前就不该帮你，你这样的人根本不配当我嫂子。我被周梦欢赶出房间时，甚至还有闲心想了，什么样的人才配当他嫂子？是该完全没有自我思想，只配当他的提线木偶，还是事事以他为先，件件都合他心意？至于我当然不配当他的嫂子了。周家这个扭曲变态的火海，若不是没有选择，谁会愿意自己钻进来？周梦欢私奔了，在他反应过来这个家里没人愿意站在他这边后，他用出走逼迫周家人妥协。对周梦欢私奔一事，周家人发了好大一通火，而周福生也不出意外的将火气发在了我身上。我捂着肿起的半边脸，半点不敢有怨言，反而着急地替他出主意。既然那个柳青景是贪慕孟欢身后的钱财，不如我们对外宣称孟欢没有继承权，这样柳青景拿不到自己想要的，自然不会再跟孟欢纠缠。孟欢虽然会伤心，也好过他被人欺骗。听到我的建议，周福生眯了眯眼，开始思考这件事的可行性。我见状，默默退回自己的位置，继续做他眼里木讷笨拙的恋爱脑妻子。周福生行动很快，第二天就让周父改了资产证明及后期归属，并将其拍照发给了周梦欢，威胁意味不言而喻。周梦欢看到这个消息都快气炸了，但他对周福生的敬畏根深蒂固，他不敢跟周福生闹脾气，所以第一时间将电话打到了我这里。你看，柿子软了，谁都想要上来捏一下。周福生也好，周梦欢也罢，我若是乖乖听他们的话，他们不介意对我好一点，就像对外面狗那般施舍一点善意。可若是我不听话了，那就是我的不对。狗怎么能有自己的脾气？
当然是主人说什么就做什么了。周福生他什么意思？凭什么要求爸妈把家产都给他？我也是周家的女儿，你告诉他，我绝不同意那份财产分割。周梦欢声音太大，我将手机拿远一些，避免或堵自己的耳朵。待他发泄完了，这才做出一副关切妹妹的样，小心翼翼地安抚她：梦欢，你别生气。其实爸妈本意是为了看看柳青景到底是图你钱还是图你人，家产都给你哥，只是做给外人看的一个假象，为的是试探柳青景一番。若是他还对你一如既往，爸妈自然不会再对他有所怀疑。柳青景是周梦欢的逆鳞，他容不得别人不信任他，更不许别人质疑他，就算是打着为他好的旗帜也不行。这个电话最后当然是不欢而散。挂了电话，我去了周梦欢的房间，将里面已经枯萎的那束百合取了出来，毫不留恋地扔进了垃圾桶里。失去了价值的东西，没有继续存在的必要。周梦欢已经在陷阱里待了太久，温和的手段让他失去了警觉，该收网了。周家说到做到，除去周家家产，甚至还断了周梦欢的经济供给。那样一个温室里长大的花朵，每一片花瓣都是用金钱精心浇灌出来。周家笃定，没了钱，周梦欢一定会乖乖回来。周梦欢打电话给我，让我接济他一点钱，他不想跟周家低头。作为一个宠爱小姑子的大嫂，我自然是翻遍所有积蓄，将钱都给了周梦欢。上一次是我误会你了，我不该那么说你的，我就知道还是嫂子最好了。得了钱，他又恢复了之前撒娇卖萌的娇娇女样子，好像我们之间的争执从来都不存在一样。现在想来，我与周梦欢初见，就好像预示了我们的以后。他无忧无虑在前面走，我跟在他后面，默默护着他。在一个很平常的晚归里，那天我下班的晚，回去的路上遇见了被人尾随的周梦欢。出于对同性的维护，我报了警，并一路跟着他。面对他事后的感激，我有些局促地抬了抬眼镜框，无措地摆手：没关系的。本来周家是怀疑过我的，那么偏的一个地方，怎么我就凑巧出现了？直到周家查出那天尾随周梦欢的人是别人特意安排的，为的是借机救下周梦欢，搭上周家的大船，这才打消了对我的怀疑。结果天意弄人，原本设计了这件事的人没捞着好，反而是被我这个路过的人误打误撞碰上，解了周梦欢的围。真相是怎样，早就没人在意了。周家相信他们查出来的事实，我自然就只是那个好心的路过人。他们都说我运气好，这么离谱的事偏偏被我撞上了，得了周家的欢心。运气好吗？可能吧。若能毁了周家，那我就勉强信我运气好吧。因为这事，我与周梦欢渐渐熟络，直到他发现了我暗恋周福生，并将我推向周福生。而周福生当着周梦欢的面对我温和有礼，背后对我不屑一顾，并认定了我是为了接近他才故意亲近的周梦欢。不管我怎么解释那只是个巧合，他都不信。所以啊，他对他的出轨行径没有半点心虚愧疚。他笑我得了便宜还卖乖，说我既然不择手段嫁给了他，便该清楚以后的路。他与别人亲近我都该受着，因为这是我自己选的路。是的，我近乎愉悦地勾起嘴角。周福生说的不错，嫁给他，接近周梦欢，从头到尾都是我一早就算计好的。半个月后，周梦欢回来了，他是一个人回来的，来时孤零零站在那里。周家人何时见过自家宝贝这么落魄，心疼坏了，拉着他嘘寒问暖，大家都好像失忆一般。
忘了断了周梦欢钱财逼着他的人是他们自己。至于他被柳青景抛弃这件事，所有人更是都心照不宣，没有提及，就好像周梦欢只是出去玩了一趟，大家默契地护着他的自尊。我早就知道周梦欢会回来，但没想到会这么快。看来柳青景的枕边风吹得很及时，毕竟虽然周家断了他的钱财，但我之前给他的那点积蓄，足够他与柳青景维持大半年的奢侈生活。柳青景告诉我，周梦欢这次回来是有他自己的打算，他要利用周家帮柳青景。周家都沉浸在女儿认清现实的喜悦里，没人发现周梦欢的那一点不自在，其中自然少不了我的吹风点火。在柳青景吹枕边风的同时，我又适时点醒他，爸妈会这么生气，还是看柳青景没有自己的事业。若是柳青景能将事业做起来了，爸妈那么疼你，又怎么真舍得拦着你的幸福？梦欢，爸妈不是不爱你，正是因为太爱你了，才会当局者迷，乱了分寸。公司有你哥看着，爸妈就是希望你能一辈子无忧无虑，找个爱你的人，一辈子幸福。柳青景没有事业，可周家有啊。大公司分出一个小公司让柳青景管自然不现实，但周梦欢可以为了柳青景专门建立一家属于他的工作室。至于创建工作室的钱，我那点积蓄自然不够，但周家那么大一个公司，挪点钱帮他怎么了？只要后期工作室运转正常，补上这个窟窿不就好了？所以周梦欢回来了。在他与柳青景如胶似漆的时候，带着对周家的埋怨独自回来了。周家还以为周梦欢是因为柳青景终于暴露了真面目，才乖乖回了家。可笑，暴露真面目，那至少也得等施暴者毫无反击之力才行。回家后，周梦欢要求进公司，虽然有些奇怪，但周父只当是因为这次的事让他成长了。欣慰之余，在公司给他安排了合适的位置，并找了专业人士指导他。周福生在得知这个情况后，神情晦涩。我其实能明白周福生的心思，以前周梦欢混吃等死，他便是周家唯一的顶梁柱，他乐意纵着周梦欢，这样才能衬托他的责任担当。旁人提起他，谁不夸一句兄妹和睦？可如今，那个一心依赖他的妹妹要进公司，与自己成了竞争者，他还能用曾经的心态继续宠着这个妹妹吗？我冷眼将他们的反应记在心里，讥笑不愧是一对利益至上的兄妹。没有冲突时，兄妹情深；一旦涉及了利益，便这般脆弱不堪。但如此冲突还不够，还需要一把火来加剧他们的对立。这把火，在我借口想帮周梦欢整理一下旧物的时候，适时地烧起来了。周梦欢从公司回来时，看到储物间门大开，而我背对着他，正在翻看一份书信。嫂子，你在干什么？他是单纯的疑问，反而是我被他问得一阵心虚，看头顶看地上，就是不敢看他。没干什么，爸妈说这里面堆着一些旧物，我想着整理了一下，万一有不小心落在里面的有用的东西。周梦欢多了解我，见我这个反应，就明白我在这屋子里发现了什么。他走近我忙不迭将手里的东西藏在后面，这里太乱了。梦欢，你先出去，没什么重要的东西，我也跟你一起出去。有时候，一个人越是心虚，越是会多说一些莫名其妙的话。我如今的状态就是如此。周梦欢哦了一声，假装往外走。在我松口气的时候，他突然过来，劫走了我藏起来的纸。这是什么？背地里偷看别人情书，还被当事人抓了个正着。我涨红了脸，对不起，
我不该偷看别人给你写的情书的。我发誓，我当时以为那只是随便的一张纸，我没想过会是情书的。情书给我的。周梦欢狐疑，当着我的面打开了纸，在看清里面的内容后，他一把揪住我衣衫，语气不稳：“这东西你在哪找到的？”我看到他状态不对，面上慌乱，故而言他：“有什么地方不对吗？”周梦欢好像没有听到一般，扯着我衣衫，瞪着我朝我吼：“告诉我，你在哪找到的？”我看他情绪不稳，也不敢刺激他，忙道：“在你高中英语书本中间夹着。”余光看到他抽出高中英语，疯狂翻找，终于在书末那页停下，盯着上面的字迹发愣。我勾唇，布了这么久的局，鱼儿终于上线了。我见状，小心翼翼地问他：“其实是故意刺激？严敏行是谁呀？是高中暗恋你的男生吗？应该是吧。不过既然情书被随意扔在了这里，想来应该也不是什么重要的人。”他不想听，我偏要一遍遍在他耳边强调，我要他忘不了。也是少年时的在意，冲动幼稚，现在回想起来，是不是自己也觉得挺可笑的？他没有理我，而是抓着英语书又哭又笑。原来他当年也是喜欢我的，原来他喜欢的人是我，不是那个贱人。错了，一直错了，是我弄错了。不是我，是周福生，都怪他，都是他害的，都是他。周梦欢扔下我，跑出了旧物间。我听到外面传来周梦欢质问的声音：“你不是说他不喜欢我吗？你不是说他喜欢别人，我才想给他一个教训的？可是这是什么？你看看这是什么？周福生，你为什么要骗我？”我听到了周福生冷漠的反驳：“当初教训是你自己提议的，一份过期的情书也配让你激动？真是给周家丢人！过期的情书，周福生，当初是你亲口告诉我他不喜欢我，是你说他喜欢那个贱人，我才会鬼迷心窍同意你报复他。够了！”周福生打断周梦欢的歇斯底里，一巴掌甩在他脸上：“你别发疯了！”周梦欢被他一巴掌打懵了，他捂着半边脸颊，恶狠狠地瞪着周福生。我看到周福生张了张嘴想要解释，伸出手想要安抚，却被周梦欢一把甩开。“你会后悔的，周福生，你会后悔的。”他们这对兄妹在周梦欢进公司后，原本的亲密无间因利益有了缝隙，如今又因一封迟来的情书彻底闹开。我问周梦欢严敏行是谁，自然是故意的。我当然知道严敏行是谁，更知道他因为什么原因早早离世，就连那封情书都是我仿着严敏行字迹，一笔一画亲手写的。若说柳青景是刚走进周梦欢眼里的朱砂痣，热烈绚灿，那么严敏行就是周梦欢深藏心底的白月光，清冷金贵，不容亵渎。而当年这尊白月，更是周梦欢的求而不得，心心念念，哪有什么能比得上当年白月光也曾欣许自己来的欣喜若狂？可偏偏这个白月光却因为自己亲人的缘故早早离世。周梦欢刚到天堂就被人拖入地狱，两者间落差太大，他才会有刚才那般疯了一样的举动。可这又怪得了谁呢？如今你们承受的尚不及敏行当年所受1/10，至少你都还高高在上，被人敬着，而不是落入泥潭，被踩在污泥里出不去。那天兄妹俩不欢而散，周梦欢一气之下离家出走，周福生找到我提出离婚。这个时候离婚，我当然是求之不得，终于能踢开这滩污水了。但对上他，还得演出不舍与祈求。我不离婚，福生，我们不离婚。你答应过我的，只要我乖乖做好周夫人这个位置，我们就能一直走下去的。福生，你答应过的。我不要离婚，
周福生一把甩开我扯着他袖子的手，不顾我被摔在地上磕得生疼，他盯着我，像地上随时能踩死的一只蝼蚁。当初娶你，不过是图你足够听话，还能替我看着周梦欢。现在呢，周梦欢因为一个死人要跟我闹，听说那封情书还是你找出来的。他说着，在我摇头不愿意的时候，他俯下身扯着我头发，将我整个人带到他跟前。趁我现在还没心思料理你，你最好乖乖听话。你不是爱我吗？爱我就该成全我呀，真爱我就安安分分跟我把婚离了。我跟周福生离婚那天，周家没人出面，这一家子自私自利到了极致，需要我时可以冷眼看着周福生娶我，不需要我了，连表面的虚情假意都不愿意维持。我该感谢周福生，他对我没有丝毫眷念，可以随时一脚将我踢开。若不然，后面出事，我想要脱离周家，还得费上一些功夫。周梦欢说，柳青景对他一心一意，爱恋一个人是演不出来的，他相信柳青景。我见过柳青景看周梦欢迎眼神，那种满眼都是他的宠溺。谁看了不说一句真爱？就像我看周福生，那种满眼都是他，为了他卑微到极致的爱。直到离婚，所有人都还在以为我对周福生痴心一片，同意离婚也只是为了成全周福生，不愿意让他为难。可惜周梦欢不明白，爱一个人是可以演出来的。我这不是演了这么久，没有一个人看出一点不对劲来，所以周梦欢凭什么觉得柳青景就是真的爱他？爱他骄纵任性，还是爱他冷漠自私，或是爱他高高在上，视人命如草芥？周梦欢知晓了我与周福生离婚的事，没有愧疚，没有心虚，竟然是松了口气。这样也好，哥哥到底不是真心想娶你，勉强维持下的婚姻对你不公平。你看，他连累我与周福生离婚，现在竟然还一副这样是对我公平的说辞，也难怪当年他能面不改色说考试作弊的人是我，又一副为了我好，不忍我误入歧途的嘴脸。若我不是当事人，若我不是早就知道那上面的答案是他提前求着我写好的，我都要以为我真的作弊了。联考作弊，又是在众目睽睽之下被人指出，我名声扫地，走在路上都会被人指指点点，甚至老师都对我失望不已。我想要解释，想要反驳，可周梦欢一开始就堵了我所有后路。我的解释没有人信，除了严敏行。我其实本来不恨周梦欢的，尽管他肆意造谣本就不存在的事实，可年少的时候，我并不想惹麻烦。我始终相信，便是联考成绩不对，高考会给我一个公正。我不想惹麻烦，他却不愿意放过我，甚至还扯上了严敏行。我为什么这么恨周梦欢，恨周家人？因为他们亲手杀了我的严敏行。严敏行，无论何时想起他，都是我灰白生活里唯一的色彩。他是唯一相信我没有作弊的人，尽管那纸条上面的字迹就是出自我手，只有他会握着我的手，坚定地说，我相信孟子晴不是那样的人。孟子晴，好久没听过这个名字了。周梦欢喊我嫂子，周福生说你，周家长辈叫我老大媳妇，只有我的严敏行会叫我孟子晴。孟子晴与严敏行是孤儿院相依为命的两只小兽，曾经在孤儿院被人排挤时，也是严敏行将我护在身后。我与严敏行不是一出生就被送到孤儿院的，像我们这种后来才来的，总是容易被那些自小就在孤儿院长大的人排挤。而我出来孤儿院时，又性子孤僻，不屑讨好孤儿院的人。当时为了惩罚我，院长分发下来的食物，我的那一份被那群小团体抢走。
他们四散奔逃，我一个人根本抢不回。严敏行看到了，他将他的食物一分为二，一半让给我吃，而我不想领情。他给我的东西，我会当着他的面扔在地上。我这么任性，他并不生气，反而会揉着我头，笑眯眯地哄我。当晚我饿得受不了，偷偷起身溜出去喝冷水充饥。抬头的时候，眼前递过来一份馒头。那一刻，顾不得脾气，我抢过馒头，狼吞虎咽地啃着，还用恶狠狠的目光瞪他。他没说话，就如白天一样冲我笑。第二天，严敏行先一步，在那几个孩子抢我食物之前，将我食物拿在手里。后来相熟后，我问他，当时为什么要对一个陌生人这么好？他说，那天我进孤儿院，眼神里充满了惶恐，像不安的幼崽。如果他妹妹活着，也该跟我一样大了。严敏行的妹妹还在他妈妈肚子里时，因为缺氧没能活下来，而他的父母因为这件事彼此指责抱怨，最后闹到离婚，没人愿意养他，所以他被送进了孤儿院。严敏行不善言辞，可是关孟子情，他总能找道理，然后反击回去。他将我当成了妹妹，拼着自己受伤也要护着我。可是那么好一个人，还是难逃陷入泥潭的噩梦。我知道周梦欢为什么那么笃定，没人会相信我，也清楚他为什么敢把事情闹大。因为孤儿院走出来的人本身就该低他一等，因为院长还需要社会的捐助，帮助更多的孩子。委屈我一个，能换周家大小姐高兴，没有比这更划算的生意了。他们都捂着我嘴，不让我辩解，只有严敏行不放弃。可是那个时候没有监控，没有录音，他的解释没人会信，但他还是逢人就解释，我不需要作弊。他已经设计坏了我的名声，周梦欢又怎么会允许有人替我辩解？他将目光移到了我的敏行身上，他要所有人都背弃厌恶我，而不是让严敏行做我唯一的救赎。所以他对严敏行出手了，他故意曲解我跟严敏行的关系，再加上严敏行替我解释的行为太过暧昧，没人信我们之间没什么。只有我明白，严敏行是拿我当亲妹妹那样护着，就如小时候一样，只要他在，他总要跟欺负我的人对峙。那个时候，学校每一个人都成了周梦欢影眼睛，监视着我跟严敏行的一举一动，有半分过界，便会招来非议恶语。那是一段无比灰暗的日子，我像见不得光的蛇鼠，我也想反驳，却每每败在他们的人多势众与装傻充愣之下。只有在夜晚时分，才允许自己放纵对严敏行的依赖。我们在月色下并行，约定了彼此的方向。满月的光辉洒下，落在他四周，他比天上的月亮还耀眼7分。我以为我迎来的光明，可现实往往比想象更加残酷。在针对严敏行的日子里，周梦欢不可抑制地对严敏行动心了，其实一点都不奇怪。那么骄傲践踏不了的人，要么毁了他，要么沉溺他。周梦欢毁不了他，就只能沉沦于他的坚定。而严敏行拒绝可周梦欢的亲近，这本是几个学生之间的折腾。可偏偏周家有个宠妹的周福生。那天晚上，我与严敏行约好了共同奔赴未来。我们在路灯下拉钩，承诺要做一辈子的亲人。可那晚的车灯太过刺眼，他的血洒了一地。那么偏僻的地方，我抱着沾满血迹的他，可怎么求救都没有人过来。我放下他上还温热的身子，找来救护车，可还是没能留下他。后来周梦欢当着我的面给他哥打电话，扩音里我听着他哥漫不经心道，看来是他命薄，担不起妹妹的喜欢，一条生命的逝去，在他们眼里只配得上一句命薄。
我听到周梦欢冲他哥撒娇，还不是都怪孟子晴这个贱人，要不是他非缠着严敏行，我怎么舍得对他动手？他一步步冲我走来，抬起我的下巴，眼中是高高在上的倨傲。若不是严敏行不识趣，非要跟你扯一起，我又怎么舍得对他动手？我本来想给他一个教训的，谁让他非要替你挡灾？废物就是废物，只会拖累别人。没有你，严敏行怎么会死？那一刻，手心被指甲戳烂。我恶狠狠盯着周梦欢离开的背影。我要报仇，赔上我这辈子，我也要他们身败名裂，生不如死。我在暗中窥探周梦欢的生活，一步步接近他，然后捧着他，最大限度消除他的戒心。我如愿嫁进周家，笨拙地讨好周家人，挑拨离间，分散了他们看似坚不可摧的亲情。我知道周梦欢的喜好，我安排了柳青景这个完全就着周梦欢喜好培养的完美情人，拴住了他的心。我知道周梦欢年少时的心事，我模仿了严敏行的笔记。我让周家兄妹彻底决裂，接下来就该看柳青景的枕边风能吹出什么成效了。人生还真是不公平，周家兄妹想要我们这群蝼蚁的命，只需要轻飘飘一个电话，扔出一笔钱财。可我们这种小人物想要周家付出代价，却要谋算10多年，小心翼翼地往前走。好在这一切都快结束了，在周家的这些年，我接触不到周家核心，可周梦欢可以，所以明里暗里哄着周梦欢帮我弄来了周家偷税漏税，采用劣质建材，甚至闹出人命的证据。这些东西现在放出去，动不了周家筋骨。可等周梦欢与周福生彻底内斗，败了周家家财之后再放出去，那才会是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。周梦欢进入公司后，摆明了要与周福生对着干。周福生做的决定，他全部否决，并鼓动其他股东一起反对。可是周梦欢到底年轻，公司内部关系又岂是他短期可以掌握的？毫无疑问，这一局对峙是他败了。周梦欢有个好，是他吃了亏会长进，所以再次对上周福生的时候，他选了忍让，却在最后一刻换了周福生的竞标材料。周福生几个月的心血付诸东流，甚至连带公司都受了波及。周家不可能看着两兄妹这么斗，适时出来制止。若是再早些，可能他们还真能让两人化干戈为玉帛。可惜了，他们反应过来的太迟。周家兄妹斗得最凶的时候，我告诉周福生，柳青景跟周梦欢并没有分开。福生，我们复婚好不好？柳青景能与梦欢破镜重圆，我们为什么不可以呢？我不想放弃你，福生，我爱你呀，我那么爱你。周福生自然是厌恶地将我推开，而柳青景的存在让他想到了与当年同样的手段。他想要柳青景的命，打压周梦欢。等周梦欢得到消息时，柳青景已经没了，如当年严敏行一样的彻底消失在了世间。这一次，他连柳青景最后一面都没有见到。我安排柳青景出现在周梦欢的身边，这步棋终于奏效了。他成了摧毁周梦欢信念的致命一击。接连2次因为兄长失去爱人，周梦欢梦魔了。他甚至不在乎周家家业，爆出周家产业施工现场曾多次因防护不当闹出人命。对他这种疯子一样的行为，我一点都不意外。闻多了药水的人，总要有些不同寻常。周梦欢喜欢百合，周家人都知道我会每天在他房间放一束新鲜百合，这是我捧着周梦欢的伎俩，也是我讨好周福生的手段。可他们不知道，每日放在周梦欢房间里的百合都被我撒了会让人逐渐暴躁的药水。周梦欢就是日日闻着它入睡的。
后来周梦欢搬出周家，柳青景接替了后续的事宜，每日的百合从未间断。这份周梦欢眼里的浪漫，成了他的催命药。周梦欢爆出的消息，一旦激起千层浪，网上舆论飞涨，相关单位介入调查，那些往日与周家有合作的人，如何敢沾这浑水，纷纷与周家撇清关系。商场如战场，既然周家如今负面缠身，往日里看不惯他们的对家，自然是恨不得将周家踩进泥里，再不行也要啃下一块骨头。恰逢这时，周梦欢被查出患有暴躁症，周家似乎看到了希望，急忙将这个消息爆出，壮士断腕推出女儿护下整个周家，这怎么能行呢？我好不容易搅乱的一池水，如何能让他们安稳度过？所以我适时爆出了周家多次使用违章建材的事，连证据都整理好，送去了相关单位。周家做的孽要瞒不住了。周市施工防护区闹出人命与使用违章建材的消息一出，周氏的信誉彻底不复存在。再加上大额度偷税漏税，昔日繁盛的周家分崩离析。法院查封周氏，周家房产用以拍卖抵欠款，周家背上巨额债务，周梦欢被送去了精神病院。这一次，没有人护着他，我站在人群里，冷眼看着他又哭又闹，最后还是被人扯进了病院里。最后一眼，周梦欢看到了我，他已经沦为了周家弃子，他还妄想我能救他。他朝我吼着，撕咬了拉着他人的胳膊，挣脱开朝我跑来，却在半路又被拦住。我走到他跟前，在他还未开口之际，在他耳边低语：“你真的记不起我了吗？我是孟子晴啊，你口中的那个贱人孟子晴。”周梦欢猛地抬头，眼中的希望被恨意浸泡，他恶狠狠盯着我，恨不能从我身上咬下一块肉，可我只是冲他笑。一如当年他恶作剧得逞那般，忘了告诉你了，你以为的那封情书是我写的，那份让你与周福生彻底决裂的情书，出自你最讨厌的人之手。我看到周梦欢绝望又愤怒的不甘，我冲他笑得格外乖巧。若无意外，他一生都将在精神病院活着，我又怎会在乎他的恨意？周福生一夕从天之骄子沦落为背负债务的打工人，成了他曾经最看不起的普通人。不，他连普通人都不算，普通人至少活得清白坦荡。我看到他为了生存，向那些曾经他看不起的人低头哈腰，为了一点提成，人前伏低作小。我看到那些曾经被他欺压过的人，站在他跟前，甩着他曾经自己都看不起的小金额钱，冲他吆三喝五，而他只能舔着脸受着。我不赞同以暴制暴，但有时候你不得不承认，这种结果是最让人痛快的。周福生，你自认为钱可以做任何事，没有钱就该卑微如蝼蚁。如今就好好享受那些年钱财带给你的反噬吧，这只是开始。哪怕他如今卑微如狗，那也是活着，自由的活着。我看到他一步步适应了如今的生活，甚至开始调节心理的时候，再一次开始了对他的报复。我将他与周梦欢当日争执时蓄意杀害传闵行的录音交给了警察。我的严闵行已经不在了，你活着的每一天都是替我的严闵行祈福，既是祈福，自然该找个安静的地方，顺便洗去你一身罪孽。监狱就不错。周福生因为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。法院判决下来的那天，逆着光，我看到柳青景捧着一束盛开的百合迎面朝我走来，快走到我跟前时，随手将百合扔进垃圾桶里。那束充满罪恶的百合再也不需要盛开了，因为有罪的恶人都得到了惩罚。
严敏行，你看，我替你讨回公道了。柳青景为什么愿意帮我呢？因为他是我资助出来的学生。我承认，一开始捐助他，便是别有目的。我看中了他眉眼处与严敏行相似的固执，我找上他，将我的目的袒露。我没有逼他，他不愿意，我一样会资助他。可他答应了我。少年眼底的信任偏执灼热的我心头一颤。我发过誓，我会护住他，哪怕最后暴露了自己，我也不会让柳青景步了严敏行的后尘。在周梦欢与周福生因为严敏行情书闹开，我告诉周福生柳青景并没有离开周梦欢后，我就想过周福生会采用激进的手段伤害柳青景。所幸这么多年，周福生能想到的手段还是买凶杀人。可惜那段时间，柳青景几乎闭门不出，唯一一次机会是深夜的小巷里，柳青景出去买了画笔。昏暗的灯光下，没有人怀疑躺在那里的到底是不是柳青景，因为下一刻，刺耳的警声已经响起。事后我恼过柳青景的胡来。若是晚一点，若是那些人再上前确认一下，他到底知不知道，他真的会没命的。柳青景扔掉画笔，那本就是他为了迷惑周梦欢随意找的喜好。我答应过姐姐，要陪姐姐看他们自食恶果，他们还没得到报应，我怎么会有事？所幸我们赌成功了。黑暗遮掩不了光明，也许中途布满荆棘，也许前面迷雾层层，但请坚信，黑夜的尽头是黎明。今天的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，过去终将会过去，但故事已然成故事。您的点赞和订阅就是我更新的动力，期待您给出任何建议。我们下个故事不见不散。